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最像中国文化？各位好，我是事实非非脱口秀，今天要和大伙儿聊一个我琢磨很久的话题。全世界那么多海外华人社群，美洲、欧洲、东南亚其他国家都有，可为啥偏偏马来西亚华人能把日子过得最贴近中国文化的模样？这不是空口白话，只要你走在马来西亚街头，和当地华人聊聊天，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，就能品出其中的门道。今儿咱们就慢慢掰扯，这背后藏着的是几代人从未松过手的坚持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不忘本。先从根源说起，马来西亚华人并非凭空出现，而是一批批从中国走过去的。早在明朝，广东、福建、海南的渔民、商人就乘着小船闯荡南洋，那时只是零星迁徙，如同撒下的种子。到了19世纪中叶，英国在马来半岛推行殖民统治，开发锡矿、种植橡胶，急需大量劳动力，由此掀起下南洋的高潮。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姓在老家实在难以糊口，揣着几块干粮，带着对家人的牵挂，跟着招工的船只远赴他乡。他们抵达马来半岛后，并会分散各处，而是扎堆居住在锡矿场周边、橡胶园附近，渐渐形成了聚居区，比如吉隆坡的磁场街、槟城的乔治市、怡保的新街场。这些地方至今仍是华人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界。别小看聚居这2个字，这是文化扎根的第一步。要是像有些地方的移民，1、2户人家散落在异国他乡，身边全是说外语、过外国节的人，用不了2代人，孩子就会忘记家乡话和传统节日。但马来西亚华人不同，他们人口众多且聚居一处，能搭建起自己的小中国圈，街坊邻居交流用粤语、闽南语、客家话，家里烹饪的是酱油鸡、福建面、海南鸡饭，逢年过节大家一起张罗，文化的火苗就这样代代延续。我认识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老爷子，他爷爷清末就到了槟城，到他这一辈仍能完整背诵3字经，还会用毛笔写家书。他说，小时候住的巷子全是福建来的亲戚，早上醒来听到的不是马来语，而是我妈用闽南语喊我吃饭，这感觉和在福建老家没两样。但仅凭人多聚居还不够，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不少，为何马来西亚能把文化留住？关键在于他们有3大顶梁柱，这3个支撑体系延续了100多年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顶梁柱是华人社团，在马来西亚说它是民间政府也不为过。早年移民刚到这里，语言不通，无依无靠，遇到困难没人帮忙，于是就按血缘籍贯抱团。姓张的成立张氏总会，福建泉州移民组建泉州工会，广东惠州、肇庆、广州的移民联合创办广惠肇工会。这些社团绝非只搞联谊，而是切实解决移民的难题，帮新来者找工作、寻住处，调解邻里矛盾，有人没钱看病就凑钱接济。槟城的周家桥最早是一群姓周的福建移民搭建的水上屋，几十户人挤在摇晃的木屋里，靠捕鱼运货谋生。当时没有政府管理，全靠周氏工会打理。长辈教年轻人捕鱼技巧，联系生意。春节时组织大家写春联、贴福字，年夜饭几户人凑在一起，你家带鱼丸，我家带扣肉，像在老家村里一样热闹。如今周家桥已变成繁华商业区，但周氏工会依然存在，每年举办宗亲宴，无论身家千万的老板还是普通打工者，坐在一起都喊叔伯兄弟。这份亲近在其他海外华人社群中十分罕见。随着社会发展，华人社团也不断演变，除了宗亲会、同乡会，还出现了商会、校友会、文化协会。全马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团超过9000家，占全国注册社团的1/5，仅沙捞越州就有多个100年社团。社团的职能也愈发务实，华校缺钱，社团带头捐款并发动商家筹款。政府拟出台政策限制华文教育，社团就联合请愿谈判。小区缺菜市场、老人活动中心也是社团与政府沟通协调。上世纪90年代，巫统和马华工会试图收购2家最大的华文报，若成功，华文媒体将失去独立声音。5000多个华人社团联合反对，专栏作者集体停稿，读者抵制购报，最终挫败了这一计划。社团就像粘合剂，把分散的华人凝聚起来，让文化有人守护，有人传承。第2个顶梁柱也是最核心的华文教育。全世界非华人母国中，只有马来西亚拥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，这令人钦佩。早年移民站稳脚跟后，最执着的就是不让孩子忘记祖宗的文字和语言。即便在锡矿场旁搭茅草屋，也要请识字的人教孩子念千字文《弟子规》。
这便是最早的华文私塾。后来人口增多，私塾发展为华文小学，再到华文中学。1969年，拉曼大学成立，彻底打通华小、独中、华文大学的教育通道。目前全马有1200多所华文小学，约60所华文独立中学，还有拉曼大学、南方大学学院等华文大专院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学校并非由政府全额资助，华文小学能获得部分政府资金，而华文独立中学基本靠自筹，经费来自华人社团捐赠、家长捐款和商家赞助。我曾去怡保的一所独中参观，操场由当地建筑商捐建，图书馆书籍是校友凑钱购买的，就连教师工资部分也由家长委员会募集。尽管学费远高于公立学校，但马来西亚华人家长宁愿省吃俭用，也要送孩子进华文学校。有位开小吃摊的阿姨，每天凌晨3点起床炸油条、煮咖啡，就为多赚钱供女儿上独中。她说：“我没多少文化，但知道孩子必须会说中文，懂中国文化，不然就和根断了。”更难得的是，华文学校不仅教授汉字汉语，还开设中国历史、文学和传统文化课程。我认识的马来西亚导游小杨，20多岁的第3代华人，普通话说得比不少中国年轻人还标准。聊起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头头是道，甚至能说清24节气对应的农事活动。他说：“我们小学背唐诗宋词，初中上中国历史课，老师讲岳飞、文天祥，讲长城、故宫，和在国内上学一样。如今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也选择华文学校。2020年，华文小学中非华裔学生比例接近20%，比2010年翻了近1倍。有个马来裔小姑娘，4年级就能用中文背《静夜思》、包粽子。她说：“我喜欢中文和中国故事，和华人同学一起过节很开心。华文教育不仅在传承文化，更在吸引他人了解文化，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。”第3个顶梁柱是华文媒体。如果说华文教育是扎根，那华文媒体就是传声。它把中国文化的声音送到每个华人家庭，让大家无论走多远都能听到熟悉的乡音。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历史悠久，1910年孙中山先生在槟城创办《光华日报》，至今仍在发行，见证了马来西亚华人的100年变迁。后来又有《新洲日报》、《南洋商报》，这2份报纸如今仍是华人最常读的刊物，发行量极大。即便偏远地区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也堆着成捆的华文报纸，工人休息时就拿来阅读，了解国内新闻和华人社区动态。华文媒体不只报道新闻，更重要的是传递文化认同。报纸上会刊登春节贴春联、中秋赏月的文章，连载中国武侠小说，介绍传统文化知识。电台播放中文歌曲、历史故事，电视台有中文新闻、电视剧和汉语教学节目。我曾在吉隆坡一位华人家里做客，老爷子每天早上读《新洲日报》，晚上看中文古装剧。他说，看华文报纸，听中文广播，就像和老家还有联系，不觉得自己是外人。政府曾多次试图通过收购、管控影响华文媒体舆论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因为华人读者不买账。若华文报纸失去立场，内容空洞，大家就会放弃阅读；若中文电视台缺乏中国文化内容，观众也会流失。因此，华文媒体必须坚守文化阵地，这是其生存根基。如今，互联网兴起，微信、抖音等中文平台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广受欢迎，大家刷中文短视频、看国内新闻，文化连接愈发紧密。有了社团、教育、媒体3大支柱，文化习俗自然得以鲜活传承。走在马来西亚街头，亲切感扑面而来，商店招牌全是中文，龙记茶餐厅、福源药材行、永顺杂货店和国内小镇别无二致。商场里，店员用汉语打招呼，砍价也能直接用中文。中餐馆遍布各处，广东烧腊、福建沙茶面、四川麻辣火锅应有尽有，味道十分正宗。节日的仪式感更是十足。春节时，华人家庭贴春联、挂灯笼，门口摆橘子树，寓意吉祥如意。除夕夜，全家吃团圆饭，有鱼、有鸡、有饺子，象征年年有余。大年初一，长辈发利是，晚辈拜年，街上办庙会，舞狮舞龙，热闹非凡。去年春节，我在槟城看到街上红灯笼林立，新年快乐标语随处可见，华人穿新衣逛街，孩子拿着红包蹦跳，氛围比国内部分城市还要浓厚。中秋时节，华人购买莲蓉、豆沙、五仁等传统月饼，还有当地特色的榴莲月饼。夜晚摆上月饼柚子，全家赏月聊天。部分地区还办中秋晚会，唱歌跳舞、猜灯谜，其乐融融。
端午节则包咸肉粽、碱水粽，有些地方举办龙舟比赛，华人组队参与，场面热烈。这些节日并非形式主义，而是真正融入生活，代代相传，从未中断。更可贵的是，马来西亚华人不仅传承文化，还能创新发展，让中华文化焕发新生机，而非死板固守老规矩。24节令鼓就是绝佳例子，由马来西亚华人独创，将中国24节气书法与广东诗鼓结合，鼓声雄浑，配合节气解说，极具感染力。创始人陈在藩说，他小时候在华文学校学过书法，也看过诗鼓表演，便想通过融合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表达，于是诞生了24节令鼓。如今，这一文化形式不仅在马来西亚流行，还传到中国、新加坡、美国。2009年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2023年登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，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活力。高桩舞狮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创新成果，将木桩架高，狮子在桩上跳跃翻滚，动作惊险精彩，还融入武术技巧。狮王肖斐红表示，传统舞狮多在地面表演，他希望通过高桩形式增强观赏性，展现华人精气神。2007年，高桩舞狮被列入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庆典活动的常客，甚至举办国际比赛，吸引众多外国人学习。这种创新并非随意改动，而是在坚守核心的基础上发展。24节令鼓的核心是节气与鼓文化，高桩舞狮的核心是诗文化与武术精神，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根，只是采用了更贴近当地生活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。如此一来，中华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，而是能与时俱进、吸引年轻人的活文化。同时，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坚守并非封闭排外，而是开放包容，能与当地其他族群文化融合，形成多元共生的氛围。马来西亚有马来裔、华裔、印度裔3大族群，华人尊重并了解其他族群文化，也主动分享中华文化。马来裔过开斋节，华人会前去祝贺，还学他们送绿包；印度裔过屠妖节，华人会登门拜访，送紫包。而华人过春节、中秋，马来裔和印度裔也会参与，吃月饼、看舞狮。我的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，邻居是马来裔，每年春节邻居都会来要春联贴在家里。开斋节时，邻居会送他自家做的椰浆饭，他也会带孩子去拜年。中国餐饮品牌如兰州拉面、霸王茶姬在马来西亚不仅受华人喜爱，马来裔和印度裔也常光顾。老板能用马来语交流，店员会推荐适合当地人口味的饮品，这正是文化融合的最佳写照。马来西亚华人称自己族群为我们的族群，称其他族群为友族，这个称呼满含尊重与包容。他们明白，在马来西亚仅靠自身坚守文化不够，还需与其他族群友好相处，相互理解，才能让中华文化在此长久扎根。这种包容不是妥协，而是智慧，既守住根脉，又融入当地社会，让中华文化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，而非孤立存在。反观其他国家的华人就没这么幸运了。美洲一些国家的华人早期移民人数少且分散，无法形成聚居区，也没有华文学校，孩子在当地学校就读，说英语、西班牙语，长大后鲜少会中文，更谈不上了解中国文化。欧洲一些国家的华人虽有聚居区，但缺乏完整华文教育体系，孩子只能周末去中文学校学几个汉字，文化传承全靠家庭零碎传递，传到第3代、第4代便基本与中国文化脱节。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华人虽人数不少，但因历史原因，华文教育受限，媒体被管控，社团作用削弱，文化传承中断。有的国家早年取消华文学校，华人孩子只能接受当地教育，久而久之忘记根脉。有的国家限制华文媒体发行，华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狭窄，文化连接日渐薄弱。对比之下，马来西亚华人的幸运不仅在于初期形成了规模，更在于几代人坚守文化不能丢的信念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不曾放弃。从早年洪门兄弟在锡矿场互相扶持，到如今家长砸钱送孩子上华校，从社团为华文媒体据理力争，到艺术家将传统创新升级，每一步都饱含不愿忘本的执念。这种执念不是固执，而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。他们深知中华文化的价值，明白这是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根本。当然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马来西亚华人也面临诸多问题，
部分社团内部存在纷争，凝聚力不足，且领导层多为老一辈，年轻人参与度低，后续发展乏力。华文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始终未彻底解决，有些独中因资金短缺缩减课程，降低教师工资，且统考成绩不被政府承认，孩子只能就读私立大学或出国，让家长忧心忡忡。与其他族群的交流虽总体融洽，但偶尔也有摩擦，需要更多理解与沟通。即便如此，马来西亚华人仍将文化传承做到了极致，他们没有因困难退缩，而是积极寻找解决办法。社团年轻人组织线上活动，吸引同龄人参与；华校与企业合作，争取赞助；华人艺术家借助新媒体传播中华文化。这种不放弃的精神，才是他们能留住中国文化的关键。说到底，马来西亚华人之所以最贴近中国文化，并非因为离中国更近或环境更优越，而是因为他们将文化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对他们而言，中文是与祖宗对话的工具，中国文化是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的底气。从爷爷辈在茅草屋教三字经，到爸爸辈捐钱办学校，再到年轻一辈用短视频传播24节令鼓，每一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根留住。这种留根的坚持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，春节的红灯笼，饭桌上的酱油鸡，孩子口中的唐诗，老人手中的华文报纸，这些细节汇聚在一起，就是最鲜活的中国文化，是马来西亚华人最珍贵的财富。有时我会思考，文化究竟是什么？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，也不是书本上的文字，而是能融入生活，代代相传，给予人归属感的东西。马来西亚华人做到了，他们让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，且愈发繁盛。这大概就是最动人之处。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人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，总有人拼尽全力守护根脉。马来西亚华人做到了，所以他们成为全世界最贴近中国文化的海外华人社群。这件事儿值得所有华人深思，也值得所有人为他们点赞。谢谢大家收看《是是非非脱口秀》。